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望着悬浮在火海上的绚丽莲子，萧炎眼中满是激动。如今的斗气大陆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元气，想要进入斗帝，就只剩下得到地品除丹以及驼舍古地传承这两种办法。只有这两者，还有着天地间仅有的两道元气。驼舍古地屈指轻弹，火焰莲子悬浮在萧炎天灵盖上，无知传承，须心如磐石，一念尚存，便可不灭。萧炎迅速凝心定神，摒除所有的杂念。火焰莲子穿透萧炎的头皮，落入他的脑袋中。莲子入体，萧炎的身体瞬间涨红，无穷的力量在他体内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弥漫。眨眼间，他的经脉便胀得鼓鼓的，一种剧烈的撕裂痛感从他的经脉中传出。萧炎的体型在数息间缩水了数倍，变成了一个仅只有皮包骨的瘦猴子一般。驼舍古地一脸平淡地看着这一幕，萧炎若是连最初的这一关都过不了，就更别谈什么接受传承了。火海中的萧炎陡然睁开双眼，而后他的双眼开始爆炸，紧接着他的身体被这股可怕的传承之力生生撑爆。萧炎的灵魂望着这弥漫开的血雾，失败了吗？他的灵魂传来阵阵虚弱感，让他有种昏昏欲睡的冲动。这种冲动刚涌现，萧炎就猛地清醒过来。他知道自己若是就这么沉睡过去，灵魂都会逐渐消散。萧炎的灵魂凝聚成一道透明的光团，现在的他没有身体，无法吸收传承之力，而炼制肉体的步骤十分繁琐，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。紧急关头，他想起驼舍古地说的心如磐石，一念尚存，便可不灭。在他心中有所感悟时，绚丽的火焰莲子从他的灵魂光团中射出，原本扩散的血雾突然诡异倒回，短短数息时间，这些血雾再度凝聚成一个活生生的肉体。萧炎心头大喜，他能感觉到这个肉体比先前的要强上不少。但没等萧炎的兴奋劲持续太久，火焰莲子中再度释放出足以让天地都为之颤抖的可怕力量。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，萧炎刚凝聚的身体再度炸成血雾。这一次的爆炸让他感觉自己的灵魂都是剧痛的。萧炎的心中已经有了觉悟，这一次他不再慌乱失措，而是谨守心神，不再为任何事物起波动。眨眼间，炸开的血雾再度凝聚出一道比先前还要更强的新肉体。火海中响起了一连片的爆炸声，萧炎的身体也在不断的凝聚和爆炸间周而复始。驼舍古地的脸上终于浮现一抹笑容，他轻轻点头，觉得萧炎的悟性很是不低，难怪能在这么小的年纪达到这一步。驼舍古地轻笑一声，他的语气中带着淡淡的解脱，看来我的使命也快要到头了。不知不觉1年的时间就过去了，这1年中，萧炎经历了无数次的自爆和再生。在这种循环下，就算是以萧炎的毅力，他的神智也已经处于浑浑噩噩，唯有他仅存的心智牢牢地守护着灵魂。那一点执念驱使着萧炎在无数次的自爆中逐渐适应那股传承之力。天幕1年对于斗气大陆来说就是2个多月，这2个多月中，整个中州极度动荡。由于魂族布置的大阵笼罩了整个中州，导致中州变成了一个能进不能出的死亡之地。中州的每一处都满是血腥的味道，而每隔一段时间，弥漫了整个中州的血云中便会射出众多血芒。血芒所过之处，无一不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无数极其愤怒的宗派势力自发联合进攻天空上的大阵，但在他们被一道贯穿天地的血芒斩杀掉10至6期后，所有人的愤怒瞬间化为恐惧。面对那时不时便会降临头顶血洗大地的血芒，众多宗门势力不得不举宗迁移到天府联盟总部的范围。这个时候，唯有联盟总部所在的地方才能够抵御那些血芒的侵蚀。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天府联盟方圆数万里内人山人海，任何一点点的角落都有着黑压压的人群。对于这些投奔来寻求庇护的宗派势力，联盟也无可奈何，他们只能联合众多强者，共同施展了一个笼罩联盟10万里之内的巨大防御罩。但即便如此，防御罩内依旧空间不足，这也导致不少宗派势力之间经常发生冲突。在死亡的威胁下，秩序已经荡然无存。
在防御的同时，古元和朱坤等人也曾联手，想要阻拦浑天帝以天地生灵来完成地品丹药，但最终却都是无功而返。伴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原本繁华的中州大地处处荒凉，而雪原中的那道气息却越发的凶厉滔天。浑天帝的气息越来越强，朱坤能感觉到他快要成功了。眼睁睁地看着浑天帝成功，雷音等人感觉十分憋屈，但现在他们能够自保都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。古元让他们也不用太过悲观，他们同样也还有着希望。对于萧炎这个经常创造奇迹的小家伙，古元还是蛮有信心的。时间在无数人的惶恐和绝望下缓缓流逝，天空上的雪云越来越深沉，越来越厚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进联盟设置的防御罩中，可怕的雪芒也开始逐渐转移目标。到后面，雪芒甚至开始撞击着防御罩。好在联盟的强者够多，他们虽然无法撕裂雪云，但稳住防御罩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半年的时间，在他们的提心吊胆下转瞬而逝。这半年中，并没有任何魂族的强者出现，也没有爆发太过惊天动地的大战，但这种压抑的血腥却比任何大战都让人疯狂。当大阵笼罩中州第7个月时，天空上的雪海翻腾，一朵巨大的血色莲花缓缓从雪海中升腾。浑天帝盘坐在雪莲之上，他缓缓睁开紧闭的双眼，多么令人陶醉的力量！他后方的空间一阵扭曲，虚无吞炎出现。这段时间，不仅临时药3族的一民已经尽数投入血池，驻联魂族的一民也投了10至6期。雪莲转动，浑天帝直视着虚无吞炎。虚无吞炎眼中黑炎一跳，淡淡的问他怎么了。浑天帝笑盈盈地说，雪海的能量中似乎是多了一些东西。他满脸笑容地将手掌插进面前的雪海中，整片雪海翻腾，而后一丝丝黑芒在浑天帝掌心凝聚，最后化为了一团黑色火焰。如果将这些吸进体内的话，就会被虚无吞炎种下吞噬种子。浑天帝笑着看向虚无吞炎，看来你跟我不是一条心啊。虚无吞炎眼中猛地爆射出凶光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他的双手按在雪海之上，顿时雪海翻涌，无穷的黑炎自雪海中弥漫，疯狂涌向浑天帝。与此同时，周遭的空间涌现出数十道身影，他们略作迟疑后便张口喷出一团浓郁的黑炎。这些黑炎在雪海上化为一道诡异的阵法，当头对着浑天帝照了下去。看到虚无吞炎操控的这些熟悉身影，浑天帝有些讶异。这些年，虚无吞炎也一直在准备着。不说他控制的这些长老，就连魂族族人10至7、8体内都有他设置的血脉印记，只要他心念一动，魂族便会元气大伤。虚无吞炎冷笑着说，自己本不欲如此，但奈何浑天帝对他心存杀意，现在就怪不得他先下手为强了。浑天帝冷笑一声，只要有他在，魂族便永远谈不上所谓的元气大伤。浑天帝站起身，仰天一声大笑，随后他嘴巴一张，罩在他头上的黑炎大阵化为一道火线，被他一口吞入体内。他出手的时候，一股仿若凌驾于天地之上的气息暴涌，魂族数十位长老直接被雪海包裹，一道道闷声响起，他们全都爆炸成血沫，汇入雪海之中。虚无吞炎一脸的惊骇，你已经成功了。浑天帝的手掌对着虚无吞炎轻轻一抓，他早在半个月之前就进入了斗帝，只不过是在等着虚无吞炎而已。他轻笑着让虚无吞炎将自己的本源之火交出来，就当是为了庆祝他成为这万载之中的第1位斗帝强者。听到虚无吞炎用魂族人的性命威胁自己，浑天帝偏过头，古怪地看着虚无吞炎，你跟着我这么久，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性？虚无吞炎心头一寒，他刚想逃跑，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失去了移动能力。浑天帝的手掌轻轻握下，虚无吞炎的身体直接爆炸，化为漫天的黑炎。浑天帝将黑炎尽数吞进体内，而后他的目光投向中州大地，一道含着无尽血腥味道的声音在中州上响起，记住今日乃是我浑天帝封地之时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